好了。百里东君这小子，刚刚竟然入了一瞬的神游玄境，倒是有趣。可惜只有一瞬。莫一前辈，我们也该走了。等我把叶鼎之从天外天带回来，便叫你来雪月城尝尝我酿的酒。我们到时候再见。希望还是不要再见了。都说仙人太上忘情，前辈可真是绝情啊！若你再次见到我，一定会后悔今日所说的话。原本以为你被叶鼎之吸走了内力，我还有些担心，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恢复了功力，还变得更强了。但让我感到最开心的是，你又恢复了往日的义气。师兄呢？这2年可好？好，也不好。怎么说？说来话长，进去说吧。外面那位，就是百里东君。那我一会儿可要好好瞧瞧他。姐姐，我拿着你的信物去了秀水山庄，也做了师傅的弟子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可不能再叫我姐姐了，论辈分，得叫我师妹。落霞姐姐，你就别打趣我了。打趣你多开心啊！哟，百里公子久仰大名啊！哦，没想到我不在江湖1、2载，名号竟还如此响亮，惭愧惭愧。可非此名啊，而是姐姐。师傅，坐吧。师兄方才所言何意？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是你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名字。是叶鼎之。没错，半年前，北离西北面突然冒出一股势力，将冰原上的各大宗门都整合了起来。他们行事乖张狠戾，被人们称作魔教。他们不断骚扰我北离的边境，于是北离便派出一些高手前去抵挡。他们都不是对手，因为不知他们的底细，所以不敢贸然行动。直到上个月，江湖上3名德高望重的宿老潜入魔教，
他们准备一举拿下魔教教主的人头，想让他们群龙无首。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，但却没想到，他们没有死，而是活着回来。北离江湖还没来得及欢悦，便发现这3位长老虽然仍吊着一条命，但全身功力竟都被废了。他们说重伤他们的人，正是魔教教主，他叫叶鼎志。东君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云哥。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。你个小小的书生，竟敢挑衅总兵大人！大人不降，难道你降？书生，我知道你们这帮人自命清高，可带兵打仗，不比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啊。比如说，你会用剑吗？我读过很多剑谱，我还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呢，都是些绝世的剑谱。书生，你若会用剑，今日本将军便饶了你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我的小师叔曾经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握剑。虽然我嗤之以鼻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，若当真有一天我真的握剑，会是怎样一柄好剑？唉，没想到是这样一柄平平无奇，甚至有点俗气的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天下从不缺名剑，缺的是名剑士。大人，刚才外面的雨好像停了那么一瞬。你的剑太久没用，连一道剑气都撑不住。剑仙，仙，一剑便成仙了吗？可惜，你说了不算啊。乱世如雨，落下来的时候，谁也躲不开，便只能入世了。明德7年冬，南绝北上，北蛮临江，西域不安。次年立春，魔教正式东征，进犯中原武林。朝上有琅琊王萧若风率军南下抵抗南绝，蜀中唐门弟子唐连月被其揽于帐下。柱国将军雷梦沙改道向北，御敌国门之外。八公子之柳月清歌莫尘前去相助，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镇守国之西门。朝下，百里东军重归雪月城，为正道魁首，领中原武林抵御魔教。这边可真冷啊！
来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舒服。你说说你，都是冠绝榜上的高手了，怎么真气运转一下，还抵不住这点寒气？那多没意思啊！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总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那才是真实的活着嘛。今天可是新年啊！司空长风那家伙这几个月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打架，都没来得及跟我见上一面。他说今日定来和我相聚，怎么人还没来啊？来了！哟，这么巧啊！这种日子呀，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简直赛过神仙。哎，司空长风，几年不见，这就是你对你师兄的礼说？百里东君，几年不见，不喝热酒，改喝热汤修身养性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饺子好了没有。你要的酒自然是有的。今天是新年，我特意多备了几坛，不醉不归。那我可要最好的那种，七盏星夜酒有没有？我哥好多年没喝了，天天想着念。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行，回雪月城我请你喝。行吧。你怎么给他涂了一层黑漆啊？什么审美？这好好的银月枪让你给糟蹋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是雪月城长老送我的枪，本身就是乌金色的。枪倒是个好枪，不过看着也没比银月枪强多少啊。用顺的枪为何要换？你难道没有听说我与叶鼎之对阵的事吗？暂时听说了，雪月城第3城主司空长风与魔教教主大战了一场，略占下风，全身而退。还略占下风，损不损呀你？不过这故事没说完，我虽然全身而退，但枪断了。那天，我使出了平生最强的一式金龙鞭，可叶鼎之却只用了1招，就把我的枪给打断了，连带着我吐了3斤的血呀！得亏我当年莫名其妙陪你抢了一次亲，结下来的情谊，才没有把命留在那儿。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？这么说吧，我平生所见之人，只有1人比他强。师傅。对。不过师傅施展全部功力时的感觉，和叶鼎之的不一样，很奇怪，形容不上来。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到时候以剑试之，不就知道了？二师妹，你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还故意压低嗓音，下次好歹披个面纱什么的，像柳月师兄那样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一见面大师兄你就嘲笑我，早知道我便不来这里了，还不如多教训几个魔教的恶人。我哪敢嘲笑你啊！快坐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因为这样，显得更有杀气。行行行，你这把剑可是剑谱排行第3的铁马冰河，拿着它，哪怕你是3岁的孩童，别人见了都会觉得你杀气毕露。我听说你在来之前在东极海市府。是啊，我看到你爹了，他废话还是那么的多，你就放心吧。放心什么呀？谁要问他了？嗯。
谁在这个时候吹笛子啊？听着还挺动听，而且没什么敌意。那就好好听听吧，美酒配笛声，妙哉妙哉。哎，司空长风，我去仙山前听说你要成亲了，你可有收到我的信？等我回来。哈，有事哟。大师兄，你这信可来晚了，他刚抱得美人归，猴急着呢。你信送来的时候，人家早就成亲了，现在女儿都抱上了。哎，喝什么酒啊？别喝了，这么不仗义。别呀，这么好的酒我不喝谁喝啊？可别浪费了好酒啊！你别生气了。自然是有人喝的。外面的客人，要不要进来喝一杯？主人未请，不敢进。客人不曾说出姓名，主人又如何敢请啊？我的名字很普通，不如里面的各位。就算说出来，你们也未曾听过。他不像是魔教的人。百里前辈又未曾见过我，又如何判断出我不是魔教的人？因为你身上的气息太过平凡，而魔教之人总是自命不凡。主人允了，进来吧。遵命。我叫叶小凡，不知小叶兄弟来此有何贵干？叶某不才，也想加入雪月城，一起对抗魔教入侵。哦，加入雪月城可不简单。二师妹，试试招。等很久。女人这么冷可不好啊。是啊，这得全天下最暖的人才能降得住她。有几分能耐？还没完。这剑法，你方才说你姓叶，其实我本不姓叶，可是叶姓从何而来？我们村里以前有过一个懒汉，一天到晚只在树上睡觉，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土匪，他就从他睡觉的那棵树上随手折了一根树枝，跳下来把土匪都打跑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就成了村里的姑娘们最想嫁的男人，好多小孩吵着闹着要和他学舞，但他只交给了我。不过，我从来没有管他叫过师傅，因为我希望有一天，他能做我的姐夫。这个人，便叫叶小凡。那为何你现在叫叶小凡？后来，他从村里走了，我问他我要去哪里找他。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他说：“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”我就说我叫叶小凡，他定会来找我。你叫叶小凡，那他怎么的？他说他会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启，以后便叫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你是魔教教主的徒弟。果然，赵必破。通往此路，必可找到阵眼。是的。这孤虚阵原本是兵家之术，
能在冥冥之中将气运引到己方心上，以此压过敌方一头。虽然魔教布的是鬼阵，但破解之法也大同小异。鬼道必主藏，这阵眼自然在这山间最能藏气处。在山的西北面，有一座绵延无际的群墓，葬着当时韩玄以及整个韩家军。韩玄欲反，却因兵败而被坑杀。这叶鼎之不是也要反吗？兵有兵器，兵器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却越聚越深，自然便是山间的藏气之处。好，你可愿继续用剑旗为我开路？荣幸之至。果真是一把好剑，它叫什么名字？人间道理万卷书，我的剑叫万卷书。哈哈哈！有此好剑开路，必当得胜而归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你去了，无人替谢玄护阵。他的剑正好又在为我开路，此时敌人来了，他可就得死在这儿了。你就待在这儿，待我破了阵，你便一直往东去阻拦你的好兄弟。可你一个人？放心吧，在遇见你之前，我一直都是孤身作战。走了。不必担心，北离兴剑，南蛮用刀，世间用枪者寥寥，以至于世人忘了，枪才是百兵之王。世间鬼魅最怕的，便是这枪。来了这么多天，我觉得这里异常阴冷，原来是因为这些冰木啊。一想到日日睡在这冰木之侧，还真是有些不静啊。在下司空长风，是世间一名浪客。飘荡到此，见到各位英雄，没有带香，便以此根长枪作为一炷香，摇尽各位英灵。哎，完了，刚刚忘记问的死书上找到针眼之后该怎么办了？这么多坟，难不成一个个得给他挖出来？啊？孤魂草。我怎么看到针眼时闪了一下？有人接近针眼了，长老。无妨，接近了又如何？他破不了阵的。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啊！听药王说过，这孤魂草多长在山野坟地之间，最喜欢土壤肥沃的地方，聚气之处应是最茂盛的。
我有一套枪法，名为惊龙变，是我师父李长生所教。今日我不用。我还有一套枪法，枪起翻云，枪落覆雨，今日我也不用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她的名字很好听，叫做司空千落。我很想她，所以我创了一套新的枪法，名为千落。诸位将士，可看好了！长老，到底是谁的枪剑，竟能如此延绵浩瀚？司空长风，第1000枪，便送诸位将士魂归故里。挣破了，杀！狼狈了，狼狈了！待会儿见到百里东军还有谢轩，一定要说自己只用了1枪，可不敢说用了1000枪啊！司空长风，还活着呢，任务完成了。走了，走了。哎呦！多谢。别让我失望啊！定不负君之所望。玉珍，我驴呢？在这呢，师兄，等一下。快点啊！待会儿我可就下不了山了。让你给我装行囊，你就给我随便打包一下就好了嘛。来，师兄，让我看看你给师兄我带了什么。都是我亲手种的桃。我又不是你，那么爱吃桃。况且这桃，真是给我吃的吗？说什么呢？你不要拿了，没道理给人的东西要拿回去啊。好了，兄长我走了。哎，师兄。别想了，你不能去，好好在山上待着。哎呀，想去的不能去，不想去的，非摁着脑袋逼着去，真烦人呐！人家老婆没了，讲回来天经地义，我们干嘛非得掺上这一脚呢？要我说，就赖我们师门规定不能娶妻，圈一帮牛鼻子，不解风情，还坏人姻缘，作孽啊，作孽！玉珍，你可不能学他们，以后要是有了心上人，提刀提剑要把他娶回来，啊！哦，你不能下山，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师兄，你还走不走了？走走，这走了，走喽！师兄保重啊，早日回来。